6名潜水员下水观光，其中3人返回时气瓶相继耗尽，另外3人从浑水中仓皇撤离，其中1人被卡在出口，堵死了唯一的逃生洞道。生死时刻，队友从后面猛然一顶，刚脱洞口，一股泥沙便喷涌而出，淹没了所有人。这便是潜水界有名的卡普莱洞遇难事件。夏威夷毛伊岛的海面上，带着清晨的凉意，一艘潜水船上，6个人正在做下水洞潜的准备。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交情，只是几个来此度假的游客恰好凑在了同一艘船上。领队艾德是当地的一名开放水域潜水教练，曾多次带人入洞参观。这次他依旧游在队伍前面带路，顺便拍一段水下视频给客人留念。他的助手小苏位于队伍最后，担任安全潜水员。中间有客人遇到麻烦，可以往前找艾德，也可以往后找他，相当于给这支队伍上了一个双保险。剩下的4个人都是花钱上船的游客。约翰·贝尔德说自己有丰富的开放水域潜水经验，但他也承认真正洞潜的次数只有3-4次。另外，汤姆·科兰3年前才拿的潜水证，从来没有洞潜经历。来自日本的重正雄经验不明。最后一个是来度蜜月的普雷斯顿·彭尼，几天前跟艾德一起潜过4次水。这次下水，他专门带了一台防水相机，想拍些水下生物给新婚妻子留念。6个人，有教练，有助手，有装备，有经验，看起来万无一失，但彼此并不相识，没有一个人受过正式的洞穴潜水训练，包括领队艾德。潜水船开到了基瑙角附近的海面上，6个人陆续翻身入水，进入卡普莱洞。它不是传统意义上复杂分叉的迷宫，而更像一条被海水淹没的火山岩通道。按照艾德的计划，从洞口进入，沿着主通道一直往前，途中会经过3个小洞室，最后从洞穴另一头的出口上浮。中途还有一个检查口，位于路线中段。每个成员到达这里都应该检查自己的气瓶，如果低于一半，就应该直接上浮回船。就这样，艾德举着摄像机游在最前面，4个游客跟在中间，小苏压在最后。大家依次进入洞穴。初段洞道清澈宽敞，足以容得下6个人并排游动。可越往里走，洞穴越窄，越加黑暗。洞底铺着一层细软的淤泥，轻轻一脚就会扬起来。大家只能依次贴着洞道顶部缓慢移动。游了大约10几分钟，一束阳光从洞顶斜斜地透下来。检查口到了，按照规定，所有人在这里停下，检查了气压表，几乎刚好剩下一半。可大家当时都没有意识到，艾德规定用掉一半气就掉头返回，是基于开放水域潜水的经验。在大海湖泊里，一半气进，一半气出，出了事还能直接浮上水面。但在洞穴里，头顶全是岩石，谁都浮不上去，只能原路返回。所以专业的洞潜讲的是1/3原则，1/3的气往里游，1/3的气往回游，剩下1/3留给意外。按这个原则，大部分人都应该立马掉头返回。更加致命的是，检查口并不像艾德认为的那样位于洞道中间，而是位于前1/3处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用掉一半气，却走完了1/3的路，而剩下2/3洞道才是整个路线最艰险的部分。过了检查口，一行人先后在小室、海龟室转了一圈，没任何意外。但真正的麻烦从深洞室开始。深洞室是3个洞室里最深的一个，深度达30米，相当于10层楼那么高。人在这个深度下，每呼一口气，消耗的空气是水面上的3-4倍。而深洞室的入口窄得只够1个人通过，6个人只能一个跟一个慢慢挤进去。绕了一圈后，汤姆和约翰抬手拦了一下艾德，指了指自己的气压表，只剩下了1/5。艾德点了点头，便带着2人撤出深室，向出口游去。途中，汤姆的气瓶响起了声波警报，意味着氧气即将耗尽。慌乱之余，艾德迅速递来了应急调节器，让汤姆和自己共用一个气瓶。即将抵达入口时，气瓶再次告急，2人不得不屏住呼吸，奋力向水面上升，最终捡回了一条命。而此刻，重正雄、普雷斯顿、小苏还留在深洞室里。
艾德一行走后，水开始悄悄变浑，昏暗中不知是谁的脚又搅动了底部的淤泥。小苏打了个手势，示意撤离。仲正雄眼疾手快，率先从窄口挤了出去，而普雷斯顿一只手握着灯，另一只手紧紧攥着那台防水相机，加上紧张慌乱，整个人挤成一团，卡在窄口里，怎么挣都过不来。生死时刻，后面的小苏往上猛然一顶，普雷斯顿终于挤出窄口，还未回过神来，一团更浓更厚的淤泥就从窄口里喷涌而出，把三人全部吞没，视野瞬间归零。茫然无措的仲正雄凭着本能朝一个方向游，不知游了多久，在浑水里撞见了小苏。两人摸索着，又误打误撞游入了检查口。两人浮出水面后，扒着船舷一看，艾德、汤姆、约翰正精疲力尽地躺在船上。5个人面面相觑，发现普雷斯顿还没上来。艾德二话没说，换了一只新的气瓶，再次下潜。很快，在绅士的出口附近找到了普雷斯顿的尸体。他俯卧在洞底，一只手握着灯，另一只手攥着那台防水相机，装备完好，唯有气瓶是空的。乍一看，他倒下的地方洞道并不复杂，无论往左还是往右都可能找到出口。实际上，检查口是一个斜向洞道，从下往上看的时候稍微偏一点，就无法辨认。因此，即使普雷斯顿游到了检查口附近，也可能没认出来，又掉头游了回去。或许他也朝左边游过，但在浑浊的泥水中，最近的出口和最远的入口对他来说都是一团迷雾。回首整个事故过程，普雷斯顿的悲剧不是偶然，而是必然。这场事故的根只有一个，他们用开放水域潜水的经验去进行洞潜，两者听起来都是潜水，本质却完全不同。开放水域里，头顶是开阔的海面，出了任何问题，向上一浮就能脱险。可在密闭的洞穴里，头顶全是岩石，只能原路返回。这一个区别让开放水域的所有规矩在这里全部失效。一半气掉头不够，不带引导绳不行，陌生队友是隐患，连呼吸的消耗都要重新算。艾德是个合格的开放水域教练，他做的每一个安排在开放水域里都成立。问题是，他把这套东西搬进了一个完全不属于他的环境，所以这是一场必然发生的事故。普雷斯顿不是意外，另外5个人活着回来才是意外。而普雷斯顿做了一个游客能做的所有正确的事，跟着领队听从安排，没有慌张。他唯一没做的是怀疑这套安排本身，可他没有理由怀疑。他不是潜水专家，他只是一个想拍点水下风景给新婚留念的游客。那台防水相机，他到死都没有撒过手。